这段时间啊，中美对仗热闹非凡，而日本媒体呢却严防死守不报道，就算是偶有报道啊，也是极尽贬低之词。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？原来他们这里面有大事儿，但是啊，全球对仗的洪流他们是挡不住的。随着日本的一个大姐在 X 上的偶然对仗，让他们这件掩盖已久的大事真相浮出了水面。原来啊，去年日本的大米荒、米价暴涨的真相是他们里面有内鬼。我是波比，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离了大谱的稀奇事。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啊，从去年8月开始，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大米紧缺的事儿吧。虽然说现在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供应了，但是米价始终维持在超高位下。按理说这些日本人应该很憋屈，至少应该在网上吐槽吧，但是都没有。可能是啊，他们受到了自己的媒体报道和公知大 V 的影响啊，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政治正确，不能说米价高。我们看看他们的留言啊，比如说大米为什么不能涨价？应该让米农多挣钱啊！一直以来大米的价格被压得太低了，肥料、人工、物流成本都涨了，大米的价格自然也应该涨了。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不让大米涨价，现在越来越多的米农放弃了种大米，导致大米的供应数量越来越少。您看，就是这样，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谁埋怨米价，谁就是自私自利、没有良心的舆论大环境。而在这种大环境下呢，关于米贵就没有人敢讨论了。直到今年的1月份发生了转变，一位忍无可忍的大婶在 X 上吐槽说啊，2月起10公斤的大米就要卖到8000日元了，日本完蛋了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大婶她的收入在日本算是比较低的，一个月才8万日元左右，也就是咱们这儿的3000多人民币。但是啊，她接到了超市的通知啊，说从2月3号开始米涨价了，到时候一袋10公斤的大米要卖到8000日元，再加上消费税呢，总价将近8500日元，这可是1年前的2倍啊！所以从他的角度上来看啊，米价这个涨法，他确实没法活了。但是就他这么短短的一句话，却道出了很多日本人压抑已久的心声，那就是米价太贵了。于是日本网友纷纷在他下面留言说啊，已经是只能够自己种了，米已经买不起了。这是要把老百姓都宰了吗？即便如此，因为米是过日子不可少的东西，所以不得不买。但是很快这些共情和关心大婶有没有吃的留言，就突然被一批批评大婶自私的留言所刷屏了。比如说啊，至今为止米价已经便宜过头了，种大米的真的不容易，太便宜了就没人种了，天天顶着酷暑割草，台风一来就全毁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光动嘴抱怨那是轻松的哦。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件好玩的事儿，有人贴出了中国2024年产的大米5公斤相当于550日元，结果啊，不知道是他们逢中必反啊，还是什么原因，下面紧接着又跟了一大堆什么不吃邪恶国大米的留言。而这些留言呢，就连之前说米贵的人也加入进来了。反正在1个多礼拜前，日本人为了大米的事儿，一个个都魔障失智了。而最可怜的就是那个大姐，因为仅仅是吐槽了一句话，就被持续骂了4天，从单纯骂她不应该抱怨米贵，到后来骂她穷活该。直到1月18号，有一位旅美的日本人发文说啊，在日本闹米荒的那个时候，美国进来了很多的日本大米啊，正在便宜销售，5公斤的大米才卖21美元，折合日元大概是3300，哪尼比日本本土卖的还便宜。于是所有人开始安静下来了。然后大家又发现了，早在这位大姐吐槽前啊，就有旅居迪拜的日本人爆料说，在迪拜10公斤日本产的大米仅有95迪拉姆，折合日元大概也就是4000。于是他一高兴就买了2袋。然后就是在英国的日本人也开始说话了，说英国啊，从去年秋天开始就有大量日本大米进来，卖的呢比之前卖的还便宜。就这样，全世界的日本人在互联网上这么一对账，就发现了一个他们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，那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里只有日本国内的米价涨得那么多呢？这里面一定有鬼。其实啊，从去年8月开始，日本国内的大米就严重紧缺，造成了市面上的缺货。之后呢，价格又持续走高。
如果日本官方说法属实，物料、人工、物流成本上涨导致米价飙升的理由成立的话，为什么会在同一时期会有那么大量的日产大米出口呢？而且卖的还比日本国内便宜。然后从事储存大米的日本人也开始发声了，说在他们的镇子上接连建成了巨大的低温仓库来储藏大米。他们在那儿上班的人说，根本不可能大米会紧缺。到了1月19号，一位身份认证为米店的业内人士开始发文了，说从小开始他就是看着大米街过来的，从事大米生意已经很久了，这种状态还是第一次见。因为业内人都开始发言了，于是之前敢说的不敢说的都开始说话了。其实去年日本大米收成很正常，2024年大米的出口量甚至比前一年还增长了20%多，大米的收购价呢也是很正常的，而米农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获得更多的收入。于是日本人真的疯了，最终在全民拼凑线索找真相的情况下，人们终于把所有的怀疑指向了2个地方，那就是 GA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和日本最大的农业银行农林中央金库银行。大家要知道，日本各地的 GA 至少要有60兆日元要交给中央金库来保管，并且由它投资运营。正常情况下呢，这个 GA 每年可以获得3000亿日元的收益回报。但是2024年6月就爆出了农业中央金库预估会有1兆5千亿日元的赤字，因为他在美债这些方面的投资失败导致了这个结果。好吗？线索一串起来，日本人顿感豁然开朗。原来故意炮制大米紧缺现象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让全日本的大米价格飙涨，并持续高价不跌，磨刀霍霍的割日本老百姓的肉，原来是为了补巨坑能让媒体不说话，配合着他们把舆论引向他们希望的方向， GA 和农林中央金库确实有这个能力。现在所有的真相曝光了，日本人也愤怒了，纷纷在网上开始说赶紧爆发一揆。什么是一揆？这可是日本人的传统技能在古代日本，这个词被引申为团结而起义，简单的说就是百姓起兵反抗统治者的行为。但是这种起义不一定需要武装斗争，更多的时候呢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要求而进行的谈判，只有谈判破裂后才可能转化成武装起义。而上一次日本一揆可是在50年前，日本青年们的革命能力那可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，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。讲到这儿，咱们再回到视频的开头，大家就能理解日本媒体为什么会对对账这件事儿严防死守了吧？其实不光是日本，其他的西方世界都一样，因为这个对账是打破西方资本控制媒体舆论高墙的最有力的工具。如果这个墙塌了，下一步人民知道了真相，团结起来，那么团结之后，下一步又要做什么呢？所以为什么整个西方会对对账这件事儿装聋作哑？因为他们真的害怕呀。我是波比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，谢谢。